各位知道吗？越是平静的海面，越有可能会暗藏汹涌。40多年前，一场帆船比赛带来的惨剧，至今让业内人士都无法忘怀。303艘帆船竞相出海，可等待他们的将是10级大风。直到最后，水手们弃船落水，75艘船倾覆，5艘失联，真正完成比赛的也仅仅只有85艘。这哪里是比赛啊？分明是把人推进海里，让一场帆船竞技成为了纯纯的大屠杀。那么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1979年的大西洋。法斯特奈特帆船赛是由英国皇家远洋帆船俱乐部主办的，自从1925年以来，每2年就会举办一次。比赛路线长约605英里，起点是从英国考斯开始，经过爱尔兰最南端的法斯特奈特，最后经西利群岛南部，在英国普里茅斯结束。随着帆船的革新及技术的迭代，法斯特奈特帆船比赛的平均速度在逐年的提高。据说有精英赛组最快仅需要1天半时间就能完成比赛，而比赛当中最小的帆船可能需要整整5天才能到达终点。灾难发生在1979年第28届法斯特奈特帆船赛。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是，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没有 GPS， 也没有地面的导航。分布在普利茅斯和法斯特奈特之间的公海上的许多船只都没有配备无线电通信，大多数用的都是笨重的收音机，而且电池容量也是小的可怜。最关键的是，所有水手都是通过公海无线电收到了一份每日航运预报，而该预报的有效期基本上在24小时以内，很多时候几乎都是完全不准的。8月11日周六早晨，天气温和，非常适合帆船比赛。大批量的观众船队聚集在索伦特海峡的起跑线上，与赛船们告别。谁能想到如此美丽宜人的场景只不过是假象？接下来的周六和周日，天气依然没有恶化的迹象，在微风弱化、能见度略低的条件下，整个船队缓慢地沿着英国南部海岸移动。实际上，周末期间，大西洋上空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低气压，当时被称作外形低气压。2天后，时间来到了8月13日早晨，海面风平浪静。当天的航运预测是西南风4至6级，可能会有阵雨。根据魔术号船长彼得惠普回忆，这一天下午温暖潮湿，感受不到任何一丝风。冥冥之中，他感觉有些不安，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给船上的所有电池都充满了电，把所有的东西都绑好，至少能够安心一些。其实这个时候，大西洋的风暴已经开始增强，并转向东北，到达爱尔兰西南约200海里处。此时，帆船们正在奔向法斯特奈特沿，发现了有一股强烈的飓风正在向他们袭来。这天下午4点，第一次大风警报响起，可是当时没有多少参赛船只在收听广播，只有极少数的水手在下午2点至4点之间意识到了风暴的严重性。而到了下午6点30分，根据航运预报显示，预计风力将超过8级。通常来说，近海船只是可以在8级大风的情况下航行的，但前提是要远离快速潮汐流区域的开放水域，而且要有足够的安全防御措施。然而接下来仅仅是几个小时的功夫，温暖晴空的天气直接切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岩石周围的海水呼啸成为了一片漩涡，时不时的掀起10米高的巨浪，海面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白色泡沫，像是要把人类给吞噬掉。此时位于风暴中心的船只直接遭殃。要知道，当时竞赛帆船的设计理念是过分强调速度而不是结构强度的。为了建造出速度更快的船只，他们用的纤维是玻璃纤维，可这种材料从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进行测试，显然它根本就无力招架恶劣的天气。很快，许多船只被巨浪击倒，还有一些直接被狂风完全折断。即便是拥有数十年经验的老水手，也一个个从游艇上被甩下来，在汹涌的大海当中艰难求生。总之，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灾难。虽然大风预警不够及时，但好在大多数船只都有应对能力。只可惜大自然暗藏的危险再一次升级，风向竟然来了一个90度猛转，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大风，海面情况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起来。来自不同方向的巨大波浪快速碰撞，让人措手不及。起初水手面对大风预警，一个个还沾沾自喜，终于有机会展示实力，拉开差距了。可没想到海面上这情形直接让人傻了眼。对于法斯特奈特帆船赛的所有队伍来说，这一次上天似乎在跟他们开玩笑。对于绝大多数相对较小的中型船只来说，这种情况已经足以让他们知难而退。水手们宁愿收帆，在浮动锚上漂流，或者逃离风暴，来到最近的避难港。而最关键的是，风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达到了全部强度，水手不顾一切地向救援站发出求救信号。不巧的是，当时很多工作人员都休假了，只有少数人在岗，所以无法提供快速有效的救援。
事不宜迟，救援站赶紧通知了2架直升机，用来营救水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5、6架直升机、6艘英国海军舰队、1艘丹麦驱逐舰、1艘爱尔兰渡轮和一些拖网渔船纷纷加入救援行列。要知道，有些救援船的尺寸甚至都比不上遇险的船只，但也是不得不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一边将受损船只拖到避难港口，一边救援水手。不幸的是，这些极端条件使得任何救援行动都变得异常困难。到8月14日早上6点30分之后，风力降至9级，救援工作才有些许盼头。最后共有136人从木筏和游艇上救出，其中75人是在直升机的帮助下获救的。大海夺走了19条鲜活的生命，其中有15名是参赛选手，剩下4名为观众。他们在暴雨当中被冲下甲板，或者因木筏损坏而死。据统计，当时大约有4000人参与了救援，总共调用了约80艘救援船只。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恐怕死亡人数只会更高。根据调查，此次灾难主要由3大因素构成。首先是天气原因，这场风暴是由于冷风与来自墨西哥湾流的暖空气碰撞而形成的，创造了一个迅速增强的低压系统，由此产生飓风级的大风以及9米高的巨浪。就连气象学家都没有预见到该风暴会出现，更没有料到规模会如此之大，所以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水手都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其次是通讯条件十分的差，在当时 VHF 或 MF 无线电不是强制性的，只有较大的船会携带 VHF， 而小型船只的话恐怕只有 25% 才会携带，他们大多数都只是靠着航云预测，所以在风暴来临时，无线电经常会中断，消息滞后不说，就连协调救援工作也变得异常困难。最后是缺乏安全设备和培训，许多船只都没有配备紧急无线电示卫标或者风暴帆，这些放在如今都会被视为标准的安全设备。另外，水手的安全意识也十分薄弱，就算是在夜间恶劣天气的情况下，甲板上的每个人都不会主动穿上救生衣和安全带，因为这些在当时都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要知道，很多水手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不懂得该如何使用安全设备，更没有处理极端情况的经验，因此当风暴来临时，他们一个个都毫无准备。更何况那个时候船只离海岸已经太远，没有回头路了。其实如果同样的情况放到今天，凭借现代航海家所拥有的先进设备，这样的灾难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经历过法斯特奈特帆船赛的惨痛教训后，皇家游艇协会联合委托调查小组，彻底调查了小型船只、水手和设备的安全性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有关游艇设计和安全设备的标准。如今，水手需要通过资格预审才能够参加远洋帆船赛，参赛船只必须要配备 VHF 甚高频无线电，安全带要能承受200公斤的负载。另外，从 GPS 到个人定位信标，科技的巨大进步也更好地保障了水手们的安全，防止灾难重演。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救援人员还记得当年的这场灾难。当时的参赛者更是历历在目，有人失去了并肩作战的伙伴，也有人永远无法再与亲人相见，成为了一段难以被忘记的痛苦回忆。虽然如今科技进步了不少，但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终究是弱小无助的。一旦出海，并不是所有船只都能够100%安全度过风暴，所以无论海上举行什么比赛，无论天气如何，救援人员仍然是全天候待命，营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海洋有恐惧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冉，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